这里这个河冲现在叫海珠冲，但是之前呢，这里叫隔山冲啊。当然，这里也曾经叫马冲。你看这个牌子上面有写隔山新街跨马冲桥，在一条河边。建了这么一个园子啊，这个选的地方也非常之好。这个纪念馆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这就是陈树人啊。这个墙上啊，应该就是这个10种香味的花草，也是这个石香园的名字的来源。大家好，现在我从2号线的昌港路地铁站出来了，感觉凉风习习。今天广州降温了，现在温度应该介于8到10度之间，这也符合常理啊。每到春节前呢，一般都会有几次冷空气，但是今年呢，这个冷空气来的比较晚了，天气呢并不是很冷。现在走在江南大道中这条大马路上，但是边上看到的这些老百姓利用的小店啊，尤其是餐馆卖点心的等等，非常有广州老百姓的这种市井的景象。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视频，就是沿着海珠冲这条河浜啊，走了应该是骑行了6点几公里。那条河浜呢，就是贯穿着珠江后航道到珠江，是一条作为海珠区来讲最重要的主道。那也留下了很多的历史的故事、名人的豪宅，还有文化的遗迹。那天专门走过一个叫石香园的小园林，其实呢，就是以前岭南画家居林还有居陶的住所。这边呢，现在已经作为一个纪念馆。上次去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一，没有开门。今天呢，我就想那个方向去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石香园，进去参观一下，以及了解一下岭南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岭南画派的发展的脉络。我没看地图啊，现在转进来叫隔山新街，我感觉应该就这里。以前海珠冲在这一段呢叫隔山冲，那这个附近叫隔山乡啊，当时还是属于番禺的地界。当然这个要追溯到差不多200年以前了，道光年间18多少年的事。当时画家居林还有他的堂兄居巢，就在这边呢做了一个园子啊，就是他自己的住所，取名为石香园。为什么叫石香园呢？因为在这个居所里面种了10种有香味的花草，大概是这么一个来历啊。那后来呢，这里就变成了隔山画派的创始的地方。因为呢，居林在这边就开业授徒，从此呢才有了岭南画派啊，以及呢这个期间呢出了非常多的有名的人物，像高剑夫、陈树人，一直延续到今的像杨之光、林庸等等的知名画家。现在呢，我已经
差不多来到了石香园的附近啊。这里这条河涌现在叫海珠涌，但是之前呢，这里叫隔山涌啊。当然，这里也曾经叫马涌。你看这个牌子上面有写隔山新街跨马涌桥。上次呢，我在它的边上啊骑行过一次。这条河涌一直去到前面滨江中路为止。这里还有我上次就来看到的石香画廊。这个画廊是关着门的，但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小桥，应该是新建的一座小桥啊，跨着这个海珠涌，然后呢就直通石香园的入口。海珠区呢，一直让大家感觉，在广州来讲是一个发展有点滞后，就当地居民为大多数的一个城区，就感觉某些阶段呢也有一些破败陈旧啊，但其实呢，它也藏着很多文化的宝藏，像石香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遗存。你看啊，这个墙边上啊，都是一些中国画。这条街很有这种文人雅趣，而且你看啊，这里应该种的都是紫荆树吧，也开得非常之美。好，现在呢，我们准备走过这座桥去，到石香园里面去参观一下。这一条河边，建了这么一个园子啊，这个选的地方也非常之好。这边是一个隔山祖师这样的一个雕塑，你看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牌子，全部都是跟岭南画派有关的，应该算徒子徒孙吧。现在这个附近呢，已经建了一些集合的住宅了，这个街边经过一些布置，还是有了一些古趣。广州岭南书院、隔山书院。现在你看啊，这个边上已经高楼林立了，所以能够保留下来这片园林，我觉得也是不不易吧。好，我们现在走到这个石香园里面去看看。这个门进来呢，就对着一个水池啊。广东人这边就是一定有水的，然后连绵而上，形成一条台阶，也是一个长廊。边上呢可以听着这个水流声，看着绿植啊，看上去还是非常之美的。好，我们在这个边上水池参观。这个水池里面养了很多的水泥。南方的这些房子，包括江南一带，它没有像北方的这种皇家气息、皇家园林那样的规制。它因为气候的关系，也不需要做成四合院这样的格局，就完全是随心所欲。
在水池边走了一下，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正园里面去。这个纪念馆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这就是陈树人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也是居林的学生。你看啊，先后求学于日本西京美术学校和东京立教大学文科。这个你说它是个园林啊，我就觉得还不如说是一个居所。居林浪字阁。紫梨花卉。这里布置的是居林和他的弟子们的一些塑像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边上挂的应该都是居林或者是居巢的画作，当然这应该都是一些仿制的。他们是以花丛作为主要的绘画对象的画家。我们在这边稍微的看一看居林授徒，就是说居林在这边呢开馆授徒当然是桃李满天下。居巢186年去世，居林呢继续在这边授徒。高见陈树人、高启峰。这座房子叫金溪庵。以前应该都是居所或者是授徒的教室，但现在呢，它已经被辟成了展览馆，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家具，还有各种文字、图片的介绍。这里就讲到了居巢。居连呢，它有一段时间是在东莞可园，这个我们很早以前去参观可园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位居姓的大画家的出处了。这两居呢，原籍为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先是陆岳做官，落籍番禺河南歌山县，就此地。居氏家族除居巢居连外，其他族人也雅善文翰，反映出居氏一门之风雅。曾经做他的祖父是乾隆年间的举人，后来到乐昌还有福建为官。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居姓的先辈也是江苏人这里放了一个床应该就是居前辈的居所了。不仅是作画，还留下很多诗稿，很多文学的作品。他说文学造诣不亚于画艺，说的是这位居巢老先生。居连呢，他的文学功底虽然不及其兄，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诗歌形式。也就是说，这个居巢、居连是堂兄弟，虽然都是知名画家但是相比而言呢，居连的画作更加出名，而居巢呢，更多的是文学方面的才能。虽然与这个院子的规模还有造园的艺术应该是远不如江南园林
但对于偏抑郁的广州来讲，当年同样也是文人雅士自己建的一个园林式的居所。这边讲到的是二居的交友。以前文人雅士、文人墨客不用说，都是相互交流，有他们的社交圈子，切磋技艺，共同提升。这个是高剑夫，1879年至1951年，是岭南画派的中坚力量。这位是高奇峰，1889年到1933年，所以高剑夫和高奇峰呢是兄弟俩啊，都也是远赴日本求学，并且呢加入了同盟会，也是民国英杰。这里还有一位前辈叫伍德仪。萧月琴馆，这是居联的画室，这是以前作画的一些材料，当时已经有了矿物质的颜料瓶。作画的桌子好像小了一点。这里没有太和石啊，那样的玲珑剔透，但是也是国气盎然的。一个小院子，一个小天井。这里说的是居巢居里也爱弹琴，并且也有一些琴友啊，所谓高山流水，知己难觅啊。就是文人雅士之间呢相互欣赏，博取众长，相得益彰。这个墙上啊，应该就是这个10种香味的花草，也是这个10香园的名字的来源。这里还有一位姓黎的前辈啊，海珠印记2026创作作品，10代画卷，这个应该都是现代的人、现代的画家的一些作品，也来看一看。塔印羊城，你看啊，这不就是广州的3件套吗？滨江新韵、海珠湖、邓世昌的画像。
都是描写当今生活社会的一些作品，但是稍欠古趣啊。这种中国画可能不是特别适合表现这种现实生活，更多的应该讲究着某种意趣意境才对。这些作品呢，当然都是现代画家的手笔啊，但是感觉就是一些应景应时的大陆货。唔知幾時整嘅已經冇啦。咁有啲人買嘅，應該。赵少昂。苏沃农。这边是陈树人旧居，方人町。好，又回到了这条长廊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十三园里面转了一圈，大致了解了一下岭南画派的发源传承，但是看到这个里面的现今的画家们的画作，真的不敢恭维，都变成了一种宣传需要的粗制滥造。这里还有一位叫高建生，1893年到1916年，也是高剑父的幼弟，所以高家三兄弟都是知名的岭南派画家。现在走出十三园啊，但是有些感慨，这些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啊，一定是需要纪念。他们成就需要继承，同时呢，也要继往开来啊！希望有更多的新一辈的画家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民众。但是从里面看到的一些应激的画作，就可以看得出来，现今的这个画家太过功利了，太过依附于某种体系，或者是为了某种需要而作画，而不是真正出自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遗憾啊，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些画家们，当然也包括其他的艺术流派啊，难追古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艺术是非常纯粹的，它要抛弃一些功利，并且呢有修养生性，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小圈子的艺术，但是呢，它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脉络、艺术传承有至关重要。好了，我们就是首次到石香园那边呢走了一遭，看看以前的前辈画家的这些伟大的作品。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立足当下，尽可能的以这种有趣来装扮自己的现实的生活，让生活呢多一些书卷气、文艺范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通人的来游览这种前辈艺术家的这种纪念馆的意义所在吧。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告一段落，我们在海珠区再随着走走，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